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夜话心语。大年初三，亲弟弟钻进动物园的防护网，摔死了里面的猴子。偏心的我妈给了我一巴掌，干什么吃的？连个孩子都看不住，要是他出了事，我就弄死你。几天后，弟弟确实出事了，但我照样活得好好的。大年初三，我连论文都没来得及写，就被我妈抢拉着，带着10岁的弟弟去动物园看猴子。买个水的功夫，猴园就乱成了一团。远远的，我就看到陈小南手里正抓着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子，变着花样的蹂躏，而我妈不知道去了哪里。陈小南，你干什么？住手！我吓得一个机灵，大声朝他吼，试图阻止他的疯狂行为。陈小南瞥了我一眼，非但没有停手，反而变本加厉的蹂躏，然后拽起小猴子的尾巴，在手上甩了2下，一把扔了出去。小猴子被扔出去了7、8米远，撞在了石头上，血肉模糊。旁边的游客一阵尖叫，胆小的一些孩子更是直接被吓哭了。只有我妈在旁边鼓掌，好，我们小南太厉害了，看我们小南简直比猴王还厉害呢，真棒，我儿子永远是最棒的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来我妈就在旁边，她不仅没制止，反而拍手叫好。我的喉咙像是被人掐住了一般，很难受。弟弟是我妈老来得子的男丁，我妈护得紧，十分溺爱，导致我弟从小就顽劣。小时候拽猫尾巴，踢怀孕的宠物狗的肚子，被人家主人找上门。我妈不仅不责怪弟弟，反而指责主人，那不过一个畜生而已，拽了踢了又怎么样？把人家气得火冒3丈，最后还是我拿钱平事。这次在动物园闹出这么大的事，没想到我妈还是这么不分是非。我刚要上前，这时旁边一个女生看不过去，义愤填膺地朝我妈道：“阿姨，那是你家的孩子吗？你怎么能怂恿他做这种事呢？动物也是生命啊！杀人犯都是从虐小动物开始的，你现在不好好教，长大说不定还把你氧气罐呢。”呸，怎么说话的？你在这咒谁呢？我妈猛地朝女孩身上推了一下，女孩被推得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我妈继续骂道：“你这妮子说话怎么这么恶毒？她还是个孩子，懂什么呀？我看你才没什么教养呢，大冬天穿得这么暴露，不三不四的，一看就不是正经人，那不过就是一件普通的 JK。” 女孩紧了紧身上的大衣，气得脸色都青了。眼看两人冲突加剧，我连忙上前去将两人隔开。我妈也是太激动了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没伤到你吧？我连忙给女生道歉，毕竟是母亲先动的手。女孩见我态度诚恳，摇了摇手，表示不追究。你个赔钱货，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呀？啪！我妈的巴掌重重地甩到我背上，赶紧去把你弟给我找回来！要是他出了一点事，我就弄死你！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陈小南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祸害小动物了。不过不等我去找，动物园的人已经带着陈小南找了过来。我们被带到了办公室里，身前的那张桌子上正摆着小猴子血肉模糊的尸体。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现在坐在椅子上打游戏的陈小南。商议过后，动物园要求3万元的赔偿费。3万？你们怎么不去抢啊？是不是欺负我们这些老百姓啊？老妈听到这价钱跳脚不干了。大妈，那只可是金丝猴啊！因为您儿子这件事，很多游客都来找我们退票了，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也气得不轻。这明显就是你们的问题，要是铁网坚固的话，
我儿子能进去吗？工作人员放出监控，画面里清楚地拍到陈小南弄破了外围的铁网钻了进去，手上的铁钳明显就是有备而来。其中还拍到了母亲只顾低头玩手机，不管孩子的画面。见状，母亲有些心虚，但依旧强词夺理道：“孩子有好奇心，那是正常的。他好奇那猴子，他就想去看看。谁知道你们家猴子这么脆弱呀，一碰就死。你明显就是在讹我们。”工作人员被他的胡搅蛮缠搞得无语，我忍不住出了声：“妈，这件事确实是小南的错，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”谁知我妈一听我说话，火气蹭的就上来了：“你这个赔钱货，还在替外人说话！我就知道，养你这个赔钱货，还不如养一只狗。养只狗还知道帮着自己人咬外人呢。从小到大，你就只知道干赔钱的事。”母亲说着，冲上来又想打我，好在被身边的工作人员拦了下来。“妈，陈小南那可是祸害了一条命啊！要是你再这样纵容下去，会出事的。”我大声朝他说道，企图能唤醒他那锈住了的脑子。小南还小，能干出什么事？母亲依旧不为所动。这还不叫事吗？现在杀猴子，长大杀人，你以为到那时候还是几万块钱就能解决了的吗？我妈仰着脖子骂我：“你这个死丫头片子，说话怎么这么恶毒啊？还诅咒你弟弟杀人，我看该死的是你。妈，好好看看他，陈小南被你惯的还有个人样吗？”母亲一个箭步冲上前，狠狠扯着我的头发：“好你个不孝女，翅膀硬了呀！我一把是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，就让你这么跟我说话的。”母亲的手劲很大，要不是大家及时拉住她，我真害怕她会把我的头皮扯下来。赔钱的贱货，随着烟灰缸落地的声音，我的头上开始流血。我忍着疼强迫自己抬头，陈小南正站在前方，一脸得意地看着我。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出来，不是因为多痛，而是我看到母亲第一时间冲到陈小南的身边，摊开他的手，帮他弄干净了手上残留的烟灰，关心地揉了揉他的头发：“没磕着吧？”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，一种无力的窒息感涌上心头。旁边有工作人员赶来问我的情况，我心如死灰，淡淡的朝他开口：“报警吧，报警！你疯了！”说着，母亲如同泼妇般拿起旁边的扫帚，疯了一般的朝我冲来：“小贱蹄子，看我今天不打烂你的嘴！”眼看扫帚就要打在我的身上，这次我一手将他抓住，从他手里扯过来，啪地摔在地上。“你够了！怎么着？还学会还手了是吧？”他感到有些惊讶，毕竟我以前在家都是对他言听计从的。“你个白眼狼，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你不知道感恩就算了，还想报警抓我！”母亲怒目圆睁地指着我。我听到这话不禁冷笑：“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，你扪心自问，你除了生我，你还做过什么？”当初母亲生下我后，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淹死我。幸亏奶奶救下了我，我妈将我狠心的抛弃，跟着爸爸远走高飞。直到奶奶去世，他们害怕被村里人嚼舌根，才极不情愿地把我带了回去。几年后，陈小南的出生更是拉低了我在这个家的存在感。在他们的眼里，我连陈小南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母亲手底下有个账本，从我出生的费用开始，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母亲每往上面写一笔，就念叨这些钱要我早晚还回来。父亲是个赌徒，因为躲债常年不回家，家里的开支都是我在撑着。母亲弟弟只要一不开心，就会拿我出气。
仿佛只有我痛苦了，他们才会开心。这个家没有一点值得我留恋的地方。报警算什么？我还要断绝和你的关系，以后别想让我为你儿子做事，你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1分钱。以后等你死了，你儿子也别想让我养，听我说不养他儿子。我妈急了，我看你是真的翅膀硬了，不养我儿子，那让你活着干什么？我现在就打死你！说着再次冲上来。住手！还未等我有所动作，这时一声低沉的声音传进耳朵，好听，令人安心。我抬起头，看到一个穿警服的男子，他年龄20岁左右的样子，模样很好看，脸色却很肃穆，脊背挺直，浑身充满了正直的能量，只看到他都会让人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安心。大妈，公共场合打人可是犯法的，他冷着脸朝我妈说道。我妈看到警察有些怂了，却还是朝他喊道：那是我女儿，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你管得着吗？不管他是你什么人，只要是打人，那就是犯法的。他自带威压气势。我妈被吓到了，白了我一眼，不再说话。警察拿出证件，我看到了他的名字，陆锦。谁报的警？陆锦朝着人群中询问。一个工作人员举起手来，简单的阐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同时将视频也拨给了陆锦。陆锦全程皱起眉头，可能他也想不到，一个孩子竟然可以坏到这种程度。他询问陈小楠为什么这么做，陈小楠躲在我妈身边，说是猴子先咬我的。不可能，我们园里的猴子性格都很温顺，不可能咬人。工作人员立刻说道。几人重点又看了当时的监控，那只小猴子只是友好地朝陈小楠伸了下手，根本没有咬人的举动。我妈却像是找到了理由，大喊：你们看，是那只猴子先动的手，小楠要是不正当防卫，万一那猴子咬到小楠了怎么办？我妈无理取闹，工作人员没办法，陆锦也拿他没辙。最后工作人员朝我妈说：大妈，我们也不想闹大，你赔钱，这事就结束了，不然就只能闹到法院了。金丝猴可是重点保护动物，到时候判的就更厉害了。我妈是法盲，但听到保护动物，她还是慌了，朝我要钱。陈念儿，小南是你弟弟，这个钱你来出。我冷眼看着他，我哪有钱？你不是在外面兼职吗？学校还有补助金，这么多年总该能攒个几万块钱吧。自我上大学以来，我妈为了逼我退学早点出去打工，就再也没给过我学费和生活费。为了上学，我只能向学校贷款交学费，上学之余做兼职，平时挑灯夜战的去学习，拿学校给的奖学金和补助金。这些钱不仅我自己用，还得贴补家里。之前我妈一没钱就找我要，让我补贴他们，那时我顾念亲情，都给了。但现在我没想到，我妈竟然还敢厚脸皮地跟我要钱。以前我或许就认了，但这次我第一次舍掉了内心仅有的亲情，态度坚决道：我没钱。可我妈根本不管这些，朝旁边的工作人员说：这些钱你们找我女儿要，等她挣够钱还给你们。她在本市上学，学校在，她要将我的信息报出去。我冷声地打断她：我不会出钱。我妈一听这话，怒了：你个死丫头片子，你是我女儿，你不出谁出？我没理会她，走到陆锦面前，一字一句地说：陆警官，我要告我妈家暴。我们一家被带到了警局。你个死丫头片子，你不得好死你！你给我等着，我出去就弄死你！隔壁的询问室里不断传出我妈粗鄙不堪的骂街声。
我充耳不闻，朝陆锦讲述这些年来被我妈家暴虐待的一桩桩一件件，然后撸起袖子，露出伤痕累累的胳膊。我看到陆锦眼神里满是震惊，还有心疼，别处还有。陆锦带我取完证据，我走出了门口，迎面撞上母亲那双血红的眼睛，她伸手就要来掐我。贱蹄子，你不得好死！他身边2个警察立刻摁住他。赵莲，注意你的行为。怎么着？人民警察欺负老百姓啊？信不信我给你拍下来发到网上去呀？她是我女儿，我打她怎么了？怎么就家暴了？我妈掐着腰破口大骂。我冷眼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向他解释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2条规定，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、捆绑、残害、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、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、精神等侵害行为，根据情节轻重，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，15日以下拘留。妈，做了这么多年法盲，该学习了。在我妈目瞪口呆中，我转过身，径直离开。身后传来我妈骂骂咧咧的咒骂声，我毫不理会。妈，手机没钱买皮肤了。这时，陈小南拿着手机从休息室里冲出来，着急地四处张望。结果他没看到我妈，看到了我，理直气壮地把手机拿给我。你给我充钱，我给了他一脚，滚！最后的结果是我妈因为家暴在派出所拘留了几天，交了罚款后又被动物园找上门，赔了3万。同时，陈小南也被带去少管所接受了几天的教育。等他们出来时，我早已回了学校。我承认，他们进去的这几天是我这一生中最安稳的一段日子。可好景不长，这天我刚做完实验回到寝室，老远就看到寝室的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。就在我想着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，2个女生的对话传来。哎，这大妈说的陈念儿是那个校花吗？没想到长得人模人样的，私底下是个这样的人啊。对呀，他妈妈和他弟弟真可怜。听他们这么说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是我妈找来了。上次的事并没有让他长记性，现在他都找到我学校来了。大家快来呀！这就是陈念儿。这时，一个男生发现了我，立刻朝人群中喊道。一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到我的身上。我妈直接冲过来，趴在地上抱住了我的大腿。念儿啊，妈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她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干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。你先起来，我试图先将她带走，可她丝毫不动，抓着我嚎啕大哭。念儿啊，你能不能把妈妈的救命钱还给妈妈呀？妈妈还等着去做手术呢。我妈为了凑够那3万块钱，直接把家底给翻出来了。我当然知道她不会这样罢休，只是我没想到她会说出这样的借口，还来我的学校这么污蔑我。我气得浑身哆嗦。我没钱，我试着抽出腿，但她却死死地抱着我，生怕我跑了。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心真黑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滚出京大。围着的同学作为正义的化身，开始谴责我这个不孝女。舆论就是这样，杀人不见血。我低头看到了我妈那一脸得意的笑容。你再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我就报警了。我冷声朝她警告，本以为她会有所收敛，可下一秒她直接瘫坐在地上，愤愤地捶着胸。老天爷呀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，生了你这个白眼狼啊！不仅拿妈妈的救命钱，还把自己的妈妈送进监狱。陈念儿，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狠呢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
是啊，我心狠，我要是真的心狠，当年我就不该留下来替你们还债，就应该让那群来讨债的弄死你们。说完，我朝向众人说道：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网上摔金丝猴的小孩和纵容的妈妈吗？这就是视频的主角。那3万块是他们赔偿动物园的，是买那只小猴子性命的钱。他们吃的才是人血馒头。一时间风向开始倒戈，同学开始对着我妈开始指指点点。我妈或许没想到我真的做这么绝，脸色青了，猛地一下站起来。你这个不孝女，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呀！我实在没有心情跟她胡搅蛮缠，正想打电话叫学校的保安，结果这个时候陆锦来了。他这次穿的是便服，显得有几分平易近人，然而整个人精神奕奕，骨子里的正义感仍让人心安。我有些惊讶，没想到还能再次见到他。他问了情况，然后亮出警官证，快速疏散了人群。没事吧？他问我。我摇了摇头。我妈认出了他，心里忌惮了几分，可很快他问道：小伙子，你是不是看上我家闺女了？我妈接下来的话震碎我的三观。你给我钱，我让她跟着你，她啥都能干，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出了事我给你担着。陆锦的脸黑下来。赵莲，你这是在犯罪！我妈被他这么一吼，立马闭上了嘴。赵莲，我必须要警告你，你要是再做出这样的行为，我完全可以逮捕你。我妈可能是想到了在警局里过的那几天苦日子，咒骂了几句，便不情不愿地愤愤离开了。我妈离开后，陆锦才告诉我说，他来这儿是来找朋友的，没想到看到我妈又在找我的事，所以过来一趟。为了避免我妈来闹事，陆锦这2天只要没事都会来学校里找我，我也没拒绝。我妈像个口香糖似的黏着我，我也总不能次次都打报警电话。有了陆锦，我身边难得清静下来。为了表达感谢，我几次说要请他吃饭，可他拒绝了，说就算要请，也该是他请我，还说我年龄还小，让我好好学习。但是分明我们2个年龄差不多。我又过了几个月的安生日子，本以为这件事情会就此翻篇，可我实在是想得太美好了。念儿，你快来医院啊！小南他受了重伤，快不行了。这天我妈突然打电话给我，电话里哭得泣不成声。你别想拿这个借口找我要钱，我是不会去的。我怎么可能拿你弟弟的命跟你开玩笑啊？你赶紧过来呀！考虑再三，我还是去了医院。我妈头一次哭成这样，我怕是真出了什么事。结果我刚到手术室所在的楼层，就听到了我妈歇斯底里的声音，要是我儿子真出了事，我就让你们陪葬。我妈面前站着的是一对早已哭得泣不成声的夫妻。呜呜，在里面的是我的女儿啊！你儿子为什么不去死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我急忙跑过去询问。工作人员给我看了完整的监控后，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全部。我妈从我那要不到钱，就带着陈小南去动物园闹事，想方设法的要钱，连着撒泼了好几天都没人理他。今天他们照样前去。陈小南趁着我妈上厕所的功夫，跑去了猛兽区，生拽着一个小女孩钻进了防护网。女孩其中有好几次的反抗，都被陈小南狠狠地打了回去。这完全就是一个缩小版的赵莲。当老虎靠近他俩的时候，陈小南直接将女孩推了出去，他自己却转身跑了。接着便是女孩的一声声惨叫，直到工作人员赶来，视频才结束。这监控看得我浑身发麻。
那孩子看上去也就只有7、8岁的样子，照那老虎的凶猛程度，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陈小南呢？我从头到尾都没在视频里看到陈小南受伤。我妈妈捂着嘴，一脸的悲伤。小南被吓坏了，现在在看心理医生。我这么一听，简直都要原地爆炸了。这就是你说的陈小南快要死了？他把人家的孩子弄成这个样子，他有什么资格还好好的？他在哪呢？你让他给我滚出来！你吼什么呀？你弟弟也是受害者，听到他这么说，那对夫妻哭得更凶了。我的女儿啊！男人紧紧地抱着他的老婆，恶狠狠地盯着我妈。我们已经报警了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好过。报警？我还没报呢，你报什么呀？你们应该感谢我儿子，丫头片子就是赔钱货，现在我儿子就是在给你们止损。我妈用力地拽着我的胳膊，前面的事我不跟你计较，现在你就打电话给小陆，让他赶紧过来，我也正有此意。打电话的期间，我听到我妈对那对可怜的夫妻大放厥词，你们就等着吧，我女婿可是警察局的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不过几分钟，陆锦带人赶到了。我妈拉起陆锦的手，小陆，就是他们。警官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他儿子把我女儿推进了老虎堆里，他现在还在手术室里没出来。他儿子是凶手。我妈朝着那2人吐了口水。你放屁！楠楠那么小，他懂什么呀？还凶手？我呸！小陆，你赶紧把他们给抓起来，蹲几年大牢。这时，医生从手术室里走出来，那对夫妻着急地上前询问。医生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伤得太严重了，双腿保不住了，准备截肢。听到这话的妇人直接瘫倒在地上，男人跪下将她紧紧抱住，眼睛里满是绝望与愤怒。我的女儿啊！哭什么呀？你女儿只是断了2条腿，我儿子可是留下了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啊！我气愤地看着母亲那张咄咄逼人的嘴脸，再也忍不住开了口。陆警官，陈小南涉嫌故意伤人，我这里有证据。我将那份监控原本地拿给陆警看，我再一次在他的脸上看到了震惊。把陈小南带走！陆锦气愤地开口：“你们想干什么呀？这件事不关楠楠的事，就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。”我妈急忙去拉警官的胳膊，拦他的腰，无所不用其极，直到2个大汉把他控制住，我妈才老实。陈小南像小鸡仔一样被警官带过来，我蹲下身子与他平视。陈小南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把那个女孩往老虎那推？我祈求陈小南能够有一点的觉悟，但他抠着手指，一脸的无所谓。谁让他不给我棒棒糖？女的都是赔钱货，都该去死！我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么狠毒的话，竟然是从一个孩子嘴里说出来的。这下我再也忍不住，一巴掌狠狠打在了他的脸上。因为力量过大，陈小南往后踉跄了2步，摔倒在地上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哇哇大哭起来。我恨得牙根痒痒，我没想到陈小南的世界观已经扭曲到这种程度了，竟然为了一根棒棒糖就想置人于死地，真是可怕。陈小南捂着自己一边红肿的脸大哭：“呜呜，你去死，你去死！”我妈哪能看到陈小南受这种欺负，扬起手来就要往我脸上打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左手摁住他的手腕，右手毫不犹豫地也给了他一巴掌。你竟然敢打我！我妈捂着脸，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。你醒醒吧，陈小南已经废了，被你活生生的给养废了。他长大以后就是社会上的毒瘤。
你个挨千刀的死丫头片子！我妈被2个民警压制住，完全动弹不了。陆警官，麻烦了，我亲眼看着陈小南被戴上手铐，坐上了警车，渐渐离我远去。我看着跪在地上崩溃大哭的我妈，心里并没有想象中的痛快，反而感觉有些悲哀。每一个成功儿女的背后不一定有一个完美的父母，但每一个熊孩子的后面绝对有一个熊家长。我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，这天打算将家里还放着的我自己的东西收拾好搬过去。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我算着母亲不在家的时间，走进了家门。我麻利地收拾好东西，就在我要出房间的时候，听到了有人进门的声音。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听这声音，是我那嗜赌如命的父亲回来了。我本打算硬着头皮出去的，可接下来他们的谈话让我连大气都不敢喘。那丫头片子能值几个钱？母亲的语气里满是嫌弃。放心吧，都谈妥了，能有20万呢。要是以后生了儿子，还能给咱们加钱。20万？真的假的？当然了，像他们这种大学生最抢手了，好几个人抢着要呢。我躲在屋子里，用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巴，不敢让自己发出一点动静。这犯法吧？母亲有些犹豫。孩子是咱们生的，咱们养的，换句话说，他就是咱们的，咱们卖自己家的东西犯什么法？而且这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这可是楠楠的救命钱啊！我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将这一通胡言乱语说得理直气壮。再说了，他都那么对楠楠，以后肯定也不会帮咱们养楠楠，那咱们还养他干什么？把他卖了，还能拿钱走关系，赶紧把楠楠救出来。听到这儿，我妈也不犹豫了。你说的对，养了那赔钱货这么长时间，也应该回本了。果然，只要是为了陈小南好，我妈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。两人越说越激动，直到一通电话打进，父亲尊敬地喊了声龙哥，两人就慌慌张张地离开了。我的脸色发白，内心却已经麻木。离开家后，我第一时间找到了陆锦。我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他后，他同我说，这几天他们正在调查人贩子拐卖女大学生的事，那是一个犯罪团伙，甚至是一个集团的分支。而这个犯罪团伙的头目，正是那个代号为龙哥的人。我父亲说的和他们正在调查的极有可能是同一个。我眼前一亮，这么说，我可以帮你们。陆锦皱了下眉，摇头道：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没事，我不怕，我有勇有谋，肯定没问题的。而且这也是关系到我们的事情，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我这个女大学生理应带头冲锋，完成这个伟大使命。陆锦还是不肯同意。最后，我凭着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，总算是说服了他。但为了不让我出事，这件事他也做了无数次的计划和演示，最后才告诉我要怎么做。3天后，为了不让爸妈怀疑，我假装什么也不知道，从学校照样回了家。一进楼道，便看到了我爸妈。回来了，我妈一反常态，亲昵地上来挽住我的胳膊。我忍不住冷笑。俗话说得好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安好心。他这张脸可真是最好的诠释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大步走上前。我没钱，我使劲地想要抽出我的胳膊。一家人谈什么钱？楠楠的事情我们知错了。我跟你爸觉得以前太亏欠你，这不你爸回来了，就想着一家好好的吃顿饭。真的，我明知故问。当然了，我妈笑着朝我说，只是眼底的贪婪和急切是遮不住的。要不是知道他们前来的目的，我还以为他们中邪了。行啊，我也想跟你们好好的吃顿饭，
我妈没多想，听到我答应，以为我真的被她打动，笑得更灿烂了。走，我订好餐厅了，饭店选在一个犄角旮旯里，肉眼看上去环境是极差的。果然，他们就算是要卖了我，也不舍得在我身上花点钱。吃肉，我记得你最爱吃羊肉了。我妈挑了块最小的羊肉放进我的碗里，我黑着脸夹出来。我羊肉过敏。你看我年纪大了，不记事了，那就多吃点蔬菜。我妈夹在我碗里的东西，我一口没碰。念儿，以前是爸妈不对，现在我们想通了，以后肯定加倍对你好。来，咱们父女俩喝一杯。我拿起面前的白酒，露出笑容。你说的对，干杯！一杯酒下肚，我砰的一声趴在了桌子上。贱蹄子，给你吃，真糟践东西！母亲说着，就要朝我踹过去。父亲拦住他，踹坏了怎么办？行了，赶紧的，龙哥的人在外面等着呢。两人将我拖到了一辆车上，他们给我戴上眼罩，堵住嘴巴，将我装进麻袋里。车开了很久，还经过了一段山路，终于停下来了。我将藏在我袖子里的刀片拿出，小心翼翼地磨着麻绳，直到它快要断掉，我才停手。为了不让他们看出来，我将那缺口紧紧地握在手里。货呢？在上面的龙哥听到越走越清楚的脚步声，我不敢轻举妄动，继续装昏迷。他们将我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就像对待畜生那般残忍。我被摔得生疼，身体如同散架了一般，但我还是使劲咬着嘴唇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打开，我虽然看不见对面，却能感觉到无尽的压力朝我袭来。我被人架着，刺骨的冷气拂过我的脸颊，我不禁在心里打了个寒战。验过了吗？放心吧，龙哥，这小妮子还没谈过对象呢。这是我亲生父亲的声音。没想到啊，老陈，你还有这么水灵的姑娘，真舍得呀。龙哥需要，那我肯定舍得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接着响起重物落地的声音。说好的20万，拿走。谢谢龙哥，谢谢龙哥，真是讽刺啊。我的亲生父亲竟然为了区区的20万就要把我卖掉。我虽蒙着眼，但我也能想象到他那张邪恶的嘴脸。要是可以，我真想一刀上去捅死他。但是不行，我还有任务在身上。行，赶紧带过去吧，那些老家伙们都等着呢。我再次要被带进车里，然而就在这时，突然枪声响起。随着一声惨叫，我清楚地听到了那令人安心的声音，里面的人听着：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吧。我的任务完成了。当我决定成为诱饵的时候，陆锦给我了一个微型的耳机，我一路带着它给他传递消息。我也没有真正的晕倒，这一切都是计划之内。我做的就是要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警察来了，赶紧撤！紧接着是一阵枪林弹雨。我扯开绳子，在混乱中逃向之前推演多次的安全地点。那些人急着逃命，顾不上我。正当我们要成功的时候，却不想我一下被人拽了过去，冰冷的触感从脖子处传来。你们别过来，再走一步我就杀了他。这声音是我母亲发出的。此时的她正将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用我的命换她的自由。我被她拉着，不敢乱动，因为只要我一动，那刀子就会无情地切开我的大动脉。你放开她，她可是你的女儿。陆锦拿起枪对准她，眼里满是愤怒。她不是，她就是个赔钱货。我没有这样的女儿。我妈大吼，要是不想她死，就把枪给我放下。你们把楠楠放出来。我就放了她。
我冷静地看着那把锋利的刀刃，淡淡的开口：“你真的因为20万就要把我卖掉吗？”我不知道我到底经历了多少次的崩溃和痛苦的时刻，才能在此时将这句话冷静地问出口。自从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后，我每一秒都在祈祷他们能够放弃，我无时无刻不活在痛苦与纠结之中。直到今天他们的出现，让我彻底心灰意冷。凭什么我的楠楠在里面吃苦，你却在外面活得好好的？只要有20万，我就能救我的楠楠出来。这都是你欠我们的，要不是你，楠楠才不会受苦。该死的是你！我妈此刻已接近疯狂的状态，架着的刀子早已割破我的皮肤，露出了鲜艳的红色。但此时的我已感觉不到疼痛，我的心里只有麻木。生在这样的家庭，有嗜赌的父亲，有偏心的母亲，有娇惯坏的弟弟。我觉得自己也是病态的。现在我的内心不仅没有对赵莲的可怜，反而觉得今天他即便死在这里都是自找。赵莲，你真可怜，活了一辈子什么都没得到，到现在你还是在为那个丧良心的陈小南考虑。可陈小南对你做了什么？是去年他给你踹断的2条肋骨，还是你胳膊上那条10几厘米的刀伤啊？你拿他当个宝，可在他眼里你连个屁都不是。你给我闭嘴！他愤恨大吼，抓起刀朝我狠狠地刺过来。砰！随着一声巨响，血液溅满了我的左脸。母亲直愣愣地倒在了我的身后，脸上满是不可置信。下一秒，我被陆锦抱在怀里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我刚想回应他，但我却没有力气了。最后，那群拐卖的团伙被一网打尽。陆锦没有打在我母亲的要害，但他还是受了重伤，因为失血过多，一直没有醒过来。他醒来后，我专门和陆锦去医院看了他入狱前的最后一面。他躺在床上，戴着氧气罩，看起来狼狈又可怜。我坐在他的床边，仔细地端详着他的面容，白头占满了大半，脸上也早已爬满了皱纹。但可笑的是，他头上的白发没有一根为我而白，脸上的皱纹未曾有一条为我而长。我看着他那双苍老的手，不禁地笑起来。小时候，我是多么渴望他能用手抱抱我，可没想到长大后，他用这双手拿着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想要我的命。我冷笑一声，趁着他还清醒，朝他说：“我问过了，你和我爸做的这些事，轻则20年，重则死缓。陈小南不一样，我已经问过了。那对父母把这件事又闹大了，陈小南故意伤人，情形恶劣，这辈子都别想再从监狱出来了。他的一辈子完了。”我妈瞪大眼睛，有了反应，挣扎着要来打我，但他已经没力气了，像是只濒死的鱼。我没有一点心疼。我知道，直到现在，他都没认清自己的错误。所以这些都是他应得的。2天后，陈小南听说了这事，哭着要找妈妈。警方出于人道主义，替他办了申请，让他出来几个小时见他妈妈最后一面。但在病房里，陈小南对我妈又打又骂，还拔掉了她的氧气管。赵莲死了，我一滴眼泪没掉。我把家里的房子和所有之前的东西变卖，换成了钱，寄给了那个女童的父母。但我知道，再多的钱也没用，那个女童的一生也毁了。我只能尽我所能，让伤害她的人去弥补她。陈小南和我爸的案子还在审理。陈小南因为故意伤人，给人留下不可挽回的伤势，但因未成年，被判在少管所看守2年。等成年后，他所做的这些恶事会一一清算。我爸因为参与拐卖案多起，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
陆锦因为成功抓捕犯人，立下了2等功。事情告一段落后，我去改了名字，刘念几，跟我奶奶姓。6月份，我拿到了带有我新名字的硕士毕业证。拍毕业照的时候，陆锦手捧鲜花，站在不远处朝我招手，在他身后是无比耀眼的光芒。全文完。